一枚具有超自然能力的戒指用自身力量诱惑着看客，但这个故事里没有霍比特人、矮人或女武神。早在文学作品中出现这些人物之前，2000多年前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就提到了裘格斯之戒的传说。故事从哲学家苏格拉底和他的学生格劳孔讨论人们为什么要正义的行事开始。是因为如此行事是正确的做法吗？还是因为这是一个通过惩罚和奖励强制执行的惯例？格劳孔作为反对者与苏格拉底辩论，并讲述了以下故事。很久以前，有个叫裘格斯的牧羊人，某天他正在照看羊群，忽然发生了地震，地面裂开了一条缝。裘格斯好奇地走了进去，他的目光停留在一匹青铜马上，通往马身中心的门虚掩着。裘格斯往里看，发现一具巨人的尸体。巨人手指上戴着一个金戒指，裘格斯将金戒指放进口袋，然后返回地面。之后，他和其他牧羊人坐在一起，摆弄着神秘的戒指。当裘格斯随意旋转戒指上镶嵌的宝石，他突然隐形了。当他将石头转回来时，他又重新出现了。戒指强大的力量使他拥有了无限可能，他的脑中浮现了一个卑鄙的计划。裘格斯成为了吕底亚国王的信使，他用戒指穿梭在宫殿内，如入无人之境。裘格斯诱惑了王后，说服她背叛她的丈夫。很快，曾经地位低下的牧羊人裘格斯谋杀了国王，并拥有了整个王国。格劳孔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人们显然能通过不正义的行为谋取利益。毕竟，如果有机会获得想要的东西而不用承担任何后果，哪个理智的人不会做出和裘格斯一样的选择？格劳孔进一步探讨这个论题，将所有的善都归入3个类别。第一类，我们追求的是事物本身，比如对无害他人的快乐。第二类，我们追求的是事物带来的价值，尽管这些事物可能需要艰难的过程，比如运动或医学。第三类，我们既追求事物本身，也追求其带来的价值，比如知识和健康。格劳孔认为正义属于第2种善，这是一种负担，但也带来了回报。他认为，任何人有道德的行为都是由于外部的影响，因此重要的是表现出有道德，而非道德本身。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反驳称，正义属于第3种善，同时提供外在和内在的益处。苏格拉底认为人的灵魂分为3个部分：理性、意志和欲望。理性引导人走向真理和知识，也会受到意志和欲望的影响。意志是正义的，富有雄心的，是大胆行动的源头，而欲望则是较低级的，生理上的渴求。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哲学家是由理性引导的，他们的意志控制着欲望，使其成为最正义和最快乐的人。就算不用为错误行为承担后果，他们也不会有不义之举。反之，暴君屈服于欲望，做出不正义的行为。因此，虽然裘格斯可能获得了权力和财富，但苏格拉底暗示他的灵魂处于失和状态，他将被自己的基本欲望所奴役，而不是被理性所引导，所以他也不会真正快乐。在柏拉图写下这番探讨之前，中国哲学家孔子同样论述过，正义的行为本身即可让行为人受益。现代的西方哲学家则提出了不同看法，比如托马斯·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是暴力和自私的，当权者需要在人们身上强加正义的束缚。相反，约翰·洛克认为，人们天然有义务做正义的事，并同意参与公民社会，以确保自己应得的权利。来路不正的魔法戒指
引诱佩戴者走向他们最阴暗的欲望。这个预言至今仍发人深省。如果你获得了裘格斯的戒指，你会怎么做？过去传承下来的故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有时还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订阅此频道，不错过任何一个精彩传说。